为什么说看到和驯服心中的黑暗才会走得更远？为什么说成为你自己是一个人终生历程的重要课题？如何健康地伸展自己的活力？今天我们继续读《巨婴国》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从龙成为人，成为你自己的英雄，我选择，我自由，我存在这2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从龙成为人，巨婴问题很多，巨婴问题很大，巨婴都是全能自恋的龙。全能自恋是国人各种问题的核心。那么是不是该灭了这条全能自恋的龙？我的答案是 no。 相反，我们应该拥抱我们内心的这条中国龙，将它的活力展现在这个世界上。它是热情、创造力、乐趣、智慧、美好等等一切生的能量之源，只是它需要被驯服，而驯服的力量来自爱与链接。只要一条龙它真切地与另一条龙建立真实而饱满的链接，它就被驯服了。被驯服后，龙就从神或魔变成了人，并且是活生生的真实的人。禁闭了这条龙的中国式好人是一个假人。爱就是答案。假如说大2的时候，我给自己出的一道题，中国人的人性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可以说我以后的心理学努力都是在寻找这道题的答案。这个过程也像是在破案。为什么是孝道文化？为什么孩子得听父母的话？为什么是集体主义？为什么中国人的身体多是抽巴的？为什么中国画中的人物几乎没有昂首挺立的？为什么奶奶是祖母而不是妈妈？为什么中国人爱随处丢垃圾？为什么中国人看似一副好脾气，但一言不合就要死个人？为什么总有摔倒的老人，讹诈扶住他的人？等等等等。目前找到的答案是，孝道文化不是制造这一切的源头，集体主义也不是。这一切的源头是中国人的潜意识深处都住着一条没有被驯服的全能自恋的龙。这条龙心情好时，他就想做全能神；心情不好时，就想做毁灭一切的魔。无论是神还是魔，都太吓人了。所以要设计出集体主义来，设计出孝道文化来，以镇止和压制这条全能自恋的龙。所以齐天大圣被压制在如来佛的五指山下，后来又戴上了金箍，历经9981难去帮助唐僧取得真经。所以哪吒要剔骨还肉，才能留住一身本领。因为父母的骨，母亲的肉，就是孝道文化设计的永远还不完的恩情。这份恩情就是用父母之名压制小孩子们的无所不能。所以白娘子要被压在雷峰塔下，所以有巍峨的紫禁城，成为对整个集体的镇止。所以有奇怪的不断加压的应试教育体系，好让青春活力耗费在这个看似公平的迷宫里。整体上则构建了集体主义和孝道文化，来压制我们内心中这条全能自恋的龙。一直以来，我本能上都抵制集体主义，也因为这种本能而不断在我的文字中宣称成为你自己。现在明白，这就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区别。个人主义的根本就是你可以做你自己，相反，集体主义就是集体早就知道你该成为什么样的人，集体已经为你安排了一切，特别是人生路线。所以集体主义环境下长大的人，没有成熟而个性化的自我，却总觉得自己有资格教导别人怎么做，而他们教导的内容千篇一律，乏善可陈。这份教导别人的资格感，就来自我是集体的代言人。争当集体的代言人，是集体主义社会各个层面政治游戏的核心。在家中，我们争当父母最宠爱的孩子，并争夺我都是为了集体好的道德资本，以获得家庭政治中的话语权。而一旦获得最大的话语权，就可以成为家庭或家族的化身，然后就可以展现本性，那就是去做为所欲为的龙了。在学校，学生们争着讨好老师，老师的口头夸奖、红领巾、小红花等具有极大的魔力，可以决定一个孩子在校园里的地位，也可以决定一个孩子喜欢还是憎恶一门课程。在单位，
员工们争着讨好老板，于是中国的老板和管理者们常具备不可思议的巨大的权利。心理课程中也是如此，老师们很容易成为集体的化身，学员们争着讨好老师，而老师如果利用了这一点，则很容易构建威权，让他们的言语在课程中具备不容置疑的权利。任何一个集体都有集体利益和集体原则，当大家争当集体代言人时，会不断拔高和提纯集体利益和集体原则，最终走向极端，出现王小波文章中所讲的故事中的那种荒诞的味道。就算是集体的一根稻草，都值得你付出生命的代价去抢救。各种原教旨主义其实都是在讲一个集体的原则被无限拔高和提纯，而这样做的人其实不过是为了获得集体代言人的资格。一旦获得了这个资格，他就可以借助集体的名义去表达他的全能自恋了。很高兴我们已经脱离了各种原教旨主义，因此我才有探讨孝道和集体主义的言论空间的自由度。虽然现代社会强调个性化，但集体主义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我们并不是那么容易认识到这一点。比如，无数人问过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某个家人对外人非常好，对家人就很差？以前我的回答是，在外人面前可以努力和假装，能挤出善意来，而在家人面前就想轻松，就是本色了。但现在才有了更深入骨髓的理解，这就是集体主义文化结的果啊！集体主义的道德就是牺牲小我为大我，牺牲小家为大家，所以对外人好，对家人不好，是集体主义文化的标准产物。这种道德是反人性的，如果你中毒太深，皈依了这种道德，你就可能会变成道德僵尸，空留道德美名，而身体就会变得抽拔，变得干枯、猥琐而僵硬，人也会变得无聊乏味。这样的人如果组建家庭且成为主导者，那么家庭也会像坟墓一样冷清，没有人气。其实骨子里是恐惧，在家庭外有显而易见的权贵或隐形的权贵，所以装孙子比较安全。在家庭内部，你就是皇帝或大母神，有为所欲为的空间，并且牺牲家人是安全的，挑战外人则是危险的。我们的社会由各种各样的权力体系组成，除了最有权势者可以通行在绝大多数权力体系中之外，多数人一般只是在某一个权力体系内有一定的权利。一旦他离开自己的这个集体，和其他集体打交道时，他就会知道权力是不好惹的。如果他的家人和这个集体发生了冲突，向这个集体低头而去责怪自己的家人，这样做是安全的。有时候这是一种事实，有时候这是一种下意识。比如很多有权势的人，一旦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被老师攻击了，他们习惯上还是倾向于压制自己的孩子。所以说，在自己不能主导的集体内，装孙子是最安全的；在自己能主导的集体内，如家庭内，耍威风也是安全的。这种故事有很多，以至于数不胜数。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对此都深有体会。比如一个网友在我的微博上留言说，我公公就是这种典型，在外面随时都笑脸迎人，外面人说什么都是对的，回到家就一脸冷漠，稍微说点什么就勃然大怒。有一次他吃剩菜，我老公说不要吃了，已经坏掉了，他瞬间就炸了，甚至指着我老公的鼻子说他处逆。所以说，集体主义文化有双面途径，一面途径是集体的掌控者有了更大的为所欲为的空间，而集体的普通成员则被过度压抑。比如孝道文化极度维护了父母的自恋，那就是你们对孩子怎么做都是对的，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母生了孩子，孩子就永远欠父母的恩情。集体主义的这种双面途径，在我书中一再论述，是全能自恋性的本我和绝对禁止性超我的表达。也就是所有巨婴都想为所欲为，而一旦他们真有了这个机会，就对别人构成了绝对压制。集体主义的设计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一个阴谋吗？最初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当深入触碰到自己和一些来访者内心中的这条全能自恋的龙之后，我也被他给吓到了。我想，如果我只是看到他，而不是真正能懂他，那么带着这份惊吓，让我去做文化的设计者，我一样也会走儒家的这条路线，选择压制他。
这条全能自恋的龙是怎样的。2015年，在一次深度催眠中，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意象，看到自己变成了一条金黄色的巨龙，并且他自恋地认为是他创造了宇宙，而他就是想为所欲为。从催眠中醒来之后，我在想，天哪，原来这就是全能自恋。然后明白我在咨询中碰到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在前面我讲过，从2007年开始做咨询到现在，在咨询中发生的最深刻的一个事件是，我和来访者同时产生幻觉。我看到自己变身为一个全黑的狰狞的恶魔，而他也看到我变身为这样一个形象。类似全黑的狰狞的意象，在咨询中我多次触碰到。后来我才逐渐明白，这个绝对禁止性的意象和我深度催眠中触碰到的金黄色的全能自恋的龙是一个东西。也就是当婴儿的全能自恋被满足时，婴儿就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的神，而一旦受挫，就会变成想摧毁一切的魔。神是金光闪闪的，魔则是全黑的，如同死神，但他们其实是一回事。当然，他们其实也有本质的区别。神是被满足、被看见的，而魔是无回应的境地催生的。有了这个意识上的理解之后，我产生了一个画面上的诠释，它看似简单，但对我来讲很根本。一个能量体要向外伸展自己，每一个伸出去的触角，如果被另一个能量体接住，链接由此建立，于是这个触角这份能量就被看见，就得到了祝福，它由此变成了生的能量，在体验上就是色彩缤纷的。但如果这个能量触角没有得到回应，它就会变成黑色的，也就是攻击性，是死的能量。这份黑色的能量如果继续向外伸展，就变成破坏性；如果不向外伸展，它就会转而向内攻击自己，变成对自己的不同程度的毁灭。所以说，神与魔的区别，生与死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能量体能否被看见。看见就是爱，所以爱就是答案。无数小说、绘画、影视都是在表达这一点。比如导演克里斯多夫·诺兰的经典作品《蝙蝠侠三部曲》。蝙蝠侠之所以是黑色的、狰狞的，其实核心是蝙蝠侠布鲁斯·韦恩如何处理他内心的黑暗。他选择了成为英雄。再次强调一下这个观点，也就是没有被看见的生命力，就会以黑色的狰狞的魔鬼形象藏在你的意识或潜意识之内。没有真切理解这一点时，当碰触到这种黑色的狰狞形象时，它会吓到你。所以有这句话，当你注视着深渊时，深渊也在注视着你。但当深入理解这份黑色的狰狞形象后，你会发现它就是生命力自身，甚至它就是存在，就是道。它看似可怕，但一旦被看见就会转换。比如当儿童表达他的攻击性时，如果被父母抱持并予以人性的回应时，这份黑色的狰狞能量就会变得人性化。网友日光细沙说，我1岁的儿子有一天生气了，坐在那里挥舞着胳膊，愤怒地哇哇叫。我握住他的2个小拳头，放在一起亲了一下，然后他恢复平静的速度比平时都要快。网友哭泣的空肚子则说，我儿子每天急得跳脚，大喊大叫，我只要张开双臂，他立马软下来了，依偎在我的怀里。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一张开胳膊，我就觉得你爱我，我不想生气了，想和你在一起。其实不止孩子是这样，大人也一样。网友烟火夏天说，我跟我老公生气也是这样的，他只要张开手说抱抱，我就不生气了，有时候是我主动抱他。网友鲨鱼安的忧郁则总结说，小孩子生气伤心的时候，不用讲道理，就是过去抱抱他，他很快就好。我觉得这是因为看见，所以孩子的能量就流动起来了。大人也是这样的啊。情侣吵架，如果有一方不去跟对方理论对错，就是抱一抱，也会停止吵架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心中那条全能自恋的龙，看起来很不好惹，很难相处，但其实如果能被这样看见，这条龙就会被安抚。所以说，看见就是爱，而爱就是答案。相反，压制这条龙不是答案。一如大禹治水，堵不是答案，疏才是答案。疏通一条条堵塞的河流，让它们顺势流向大海，
这也是关于人性的隐喻。当然，这份转化也可以由自己完成。你每一个主动的选择，都是这份能量在表达。所以你如何选择，就是你生命的根本所在。对于这一点，美国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称之为英雄之旅，心理学家荣格则称之为自性化。下一篇，我们来谈谈成年人该如何转化自己内心的这条龙。第二个专题，成为你自己的英雄。我选择，我自由，我存在。存在主义哲学可以概括为这样的3句话，其中的关键是选择。你的选择决定了你是谁。诺兰的蝙蝠侠3部曲的第1部中，青梅竹马的瑞秋对布鲁斯·韦恩说，你内心深处如何并不重要，你的所作所为决定了你是谁。这句话很有道理，但不是治理。治理应该是你的内心深处是怎样的，这极为重要。看清楚这一点之后，你可以更好地做选择。你的选择最终决定了你是谁。作为一个能量体，如果不被看见，那就会成为黑色的；而如果被看见，那就会被照亮。所以，爱就是答案。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能量体，你可以照亮你自己。当你做每一个选择时，它是出于爱，还是出于权力欲？它是出于生的能量，还是出于死的能量？这极为关键。当你有意识、有觉知地选择爱、选择生时，你就照亮了自己这个能量体，荣耀了你自己。上一篇文章《爱就是答案》中，我写道，当儿童表现出他的攻击性时，被父母抱持，并给予人性的回应，这份黑色的狰狞的能量就会变得人性化。这是黑色能量的一个转化方式。这份转化从根本上来说，该由自己完成。你每一个主动的选择，都是这份能量在表达。所以你如何选择，就是你的生命的根本所在，并且必须是主动的选择，也就是你作为一个能量体，带着主题感去伸展，这时你才能感受到这份能量的存在，然后才谈得上做选择。如果触碰不到这份能量的存在，选择就意味着被动的，也就是没有意义，转化也就不会发生。这里谈到的能量，可以说是人性，也可以说是存在，或者是道。假如你是一个中国式好人，你貌似也在选择做好人，但是这时候的你是被动消极的，而不是主动在做选择，所以这很不一样。作为一个这样的中国式好人，你被动选择成为一个好人，这一切就好像只是一张皮而已，它浮动在能量体之外，而能量体自身还是因为没有被看见，是黑色的。而这份黑色的能量体，就如同画皮中的周迅将皮囊脱下来之后的形象。所以主动地带着主题感地去做选择很重要，这才最终塑造了你是谁。童年期好的养育，就像是父母给我们种下了一颗种子，你被允许做你自己，而且你体验到了黑色能量可以如何被转化，这有多美好，并且你还将父母内化到心中，成为你自我观察的一面镜子。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从婴儿到幼儿，到少年，到青年，到成年，再到衰老乃至死亡，一个能量体会是一个完整的展开过程，它非常复杂，不可能再由其他任何人去完成，只能由你自己去完成。比如诺兰的蝙蝠侠中，布鲁斯·韦恩有一个堪称理想的父亲。当布鲁斯掉到井中被蝙蝠吓坏后，这位父亲的处理过程温暖、坚定、有力，而这是他的一贯模式，给儿子种下了一颗极好的种子。后来当布鲁斯被外在和内在的黑暗侵袭时，不管多艰难，最终都做到了。他的选择都照亮了这些黑暗，而最终成为众所周知的英雄。至于他自己，都超越了英雄的范畴。蝙蝠侠、蜘蛛侠、超人、魔戒、霍比特人、星球大战、权力的游戏等等影视，多受益于这样一个概念，英雄之旅。这个概念最初来自美国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他研究总结了世界各地的神话，提出了英雄之旅的概念。我选择，我自由，我存在。在坎贝尔看来，最重要的自由，或许说自由的真谛，是战胜了内心的恐惧，拥抱了内在黑暗后达成的一种状态。坎贝尔将这个历程称为英雄之旅。
比如蝙蝠侠之中，布鲁斯·韦恩跌入深井，这是潜意识深处的隐喻。他被从黑暗中飞过来的黑色蝙蝠吓到，其实他恐惧的是自己内心的黑暗。他流浪时看似处理的是父亲被杀带来的仇恨，但其实还是他自己内在的黑暗。最终他战胜内心的恐惧，拥抱了内在的黑暗。在这个历程中，你看似是与外界作战，其实是借此来锤炼你的自我。一般的自由观认为妨碍自己自由的是外界，但其实真正妨碍自由的恰恰是你的自我。我总讲成为你自己，完整地成为你自己的历程，也就是英雄之旅。这至少需要2点。第一，在现实世界中展开你的心，从这里你将难以观察的内在世界投射到外部世界上，就如同将电影胶片投射到屏幕上，这样你才能观察到你的心是怎样的。第二，深入地认识你自己，特别是那些让你恐惧的部分。最初你不可避免地会认为是外部世界让你恐惧，最后你会发现你真正恐惧的是你自己的内在。这个历程的关键不是变得更好，而是能碰触到你自己真实的看似恐怖的人性。英雄之旅不是一棵小树拼命长成正能量满满的大树，而是同时也深入黑暗去汲取能量的完整的大树。它的树冠伸向明亮的天空，树根则深深扎根于黑暗的大地。这个过程的关键是触碰痛苦与黑暗，触碰了自己的痛苦，才能懂得别人的痛苦；触碰了自己的黑暗，才能容纳别人的黑暗，并且真触碰到时，会发现痛苦中有馈赠，而黑暗就是力量与生命。对一个男孩而言，英雄之旅要经历这样的历程。第一阶段，爱妈妈，同时与爸爸竞争，视爸爸为坏人。这一点投射到神话中，就是与女神相会，并杀死恐怖的食人魔。第二阶段，远离妈妈或妻子，视女性为坏人，向父亲表达忠诚。这一点投射到神话中，就是远离妻子或女神，皈依上帝或国王。最后发现，外部世界的善与恶是内心善与恶的投射，这两者是一致的，于是内心和解，超越好与坏等二元对立。这个历程不可能在养育中完成，但如果少制造分裂，这条路会容易很多。一个孩子要成为英雄，活力必须得到伸展，而这一过程中，他势必要背叛他的父母。这还不够，他还要完成心理上杀父杀母的历程，成为一个拥有充沛活力的完整之人。人性的和解不以活力丧失为代价，若想孩子成为完整之人，父母就得接受这种背叛。这或是养孩子最难之处。3大类心理疾病中，神经症最轻，但缺乏魅力，而严重的如边缘型人格和反社会人格却很有魅力。原因是他们的活力在伸展。艺术家之中常见躁狂、抑郁乃至精神分裂，或许也是这个原因。所谓正常人，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健康人，不可避免地有神经症特质，那就是活力被压抑。但他们的活力一旦被解锁，最容易实现和解。许多人觉得古希腊神话都什么玩意儿，滥性、乱伦、情绪失控、超自恋等等，但他们最接近人性，且谁都可以有输有赢。宙斯都能败给赫拉克勒斯，而过于理想化的神话常反映着不可调和的偏执分裂。弗洛伊德说，俄狄浦斯情节是神经症的源头，坎贝尔则说，这不是病，而是人性自身，是英雄之旅的必然历程。对应于英雄之旅，荣格有一个更精妙的说法，自性化历程，也就是将整个世界聚于自己的心。你在漫漫旅程中发现外部世界与内在世界是一回事，你把自己的心展开在世界上，又将整个世界的图像聚于自己的心中。尼采也提出了类似的历程，并分别以骆驼、狮子和孩童来代表。我喜欢尼采的这个比喻，但做了修改，调整了这3者的顺序。我认为英雄之旅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花园，孩子在伊甸园般的怀抱中纯洁美好。第二个阶段，沙漠，你如同骆驼，忍辱负重地行走在漫漫旅途中，见证复杂而完整的人性。
你本想通过简单的行善与忍耐，抱着其他一些单纯而看似正确的信念，与他人乃至整个世界相处，却发现事情总是事与愿违，你不断受挫。第三个阶段，狮子，你有力量地活着，你看到了外界的复杂和内在的复杂，你发现你必须把真实的自己拿出来。比如近几年热播的美剧《权力的游戏》，非常符合这三个阶段。最初，史塔克家族如同花园，温暖、热情、富有正义感，坚定有力。小史塔克们在这个花园里充分地享受着美好。第二阶段，随着父亲奈德被陷害被杀，小史塔克们开始进入荒漠，他们忍辱负重，并抱着一些简单而看似正确的理念，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长子罗伯，英明神武，没有输过一场战役，但他的正义感、简单处理问题的方式和嫉恶如仇，更重要的是包裹在其中的浓浓自恋，最终导致家破人亡。其他史塔克们也都开始在荒漠中艰难行走，如同骆驼。第三阶段，经过历练，史塔克们都成了狮子，他们逐渐变得成熟，对人性的复杂，对人情的冷暖，有了全面的理解。他们变得更有智慧，也更有力量，但都没有因此而变成恶人。他们在艰难情形下做复杂的选择时，都还是坚持了富有人性的选择。最终，史塔克们都成了英雄，但不是受家族庇护的英雄，而首先是他们自己的英雄。我在这本书中则讲述了这样一个完整的人性历程。婴儿时，我们都是全能自恋的龙，龙被看见则变成人，龙不被看见则变成魔。被全能自恋控制的人直接成为神或者魔，绝大多数人则想去做好人，也就是与内心的魔相反的人。但是这个好人因为切断了与全能自恋能量的链接而变得无力。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巨婴们都倾向于将失控视为是有一个魔鬼导致了失控，于是要去找到这个归罪的对象。但这一切的坏人乃至恶魔，其实首先是来自于内心的交战，并且解决内心交战与外界冲突的办法，不是压制全能自恋，而是理解、看见和拥抱它。人性非常复杂，我的理解是，人类共用同一个意识谱系，所有人的故事汇合在一起，就是整体人性。很多被你视为他者才会有的异端人性，假如你深入去了解，你就会发现你身上也有。所以看似是了解别人，但最后发现也是了解你自己。写作这本书的历程，多次疗愈了我自己，也是这个道理。在这里加一句，做这个读书分享，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从龙成为人，成为你自己的英雄，我选择，我自由，我存在这两个专题。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